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节之。公元前227年，咸阳宫一场历史上最著名的刺杀正在进行，图穷匕见。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持匕首直刺胸口，距离 0.5 米，目标状态，毫无防备。武器：徐夫人匕首、淬毒、见血封喉。在现代特种作战的评估体系里，这甚至不能叫任务，这叫处决。成功率理应是100%，但荆轲失败了。他不仅第一刀没刺中，还在随后的追逐战中被秦王反杀。最后，他像个无赖一样，靠在柱子上骂骂咧咧，被侍卫剁成肉泥。后世文人把这一幕包装成悲剧英雄的史诗。风萧萧兮易水寒，这句诗掩盖了整场行动在战术层面的荒谬。这根本不是什么英雄惜英雄的对决，这是一个旧时代的业余理想主义者试图去刺杀一个新时代的职业国家机器。荆轲的死不是因为运气不好，是因为他代表的那套贵族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在秦国这台精密的暴力机器面前已经彻底过时了。秦兵旦目睹易水，虽欲长士卒下，岂可得哉？要理解这场刺杀，首先要理解这场战争的性质。这不是常规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非对称战争。当时的甲方燕国太子丹面临的是一个死局，秦国灭韩、灭赵，兵锋直指燕国南界。论 GDP， 燕国大概只有秦国的1/10。论军事动员能力，秦国是总体战体制，燕国还是松散的贵族联盟。正面硬刚，燕国的存活时间按天计算。在绝望中，太子丹选择了赌博，他试图通过肉体消灭对方最高统帅，来制造黑天鹅事件，从而让秦国这台机器宕机。这是一个极其诱人的投资模型。投入1颗人头、1张地图、1把匕首、1条命，产出100万秦军退兵，甚至逆转7国格局，杠杆率无限大。但太子丹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是一个糟糕的项目经理。他在项目立项之初就设定了一个自相矛盾的 KPI。他引用的史料是当年曹沫劫持齐桓公，他告诉荆轲，最好能升节秦王，逼他签下退还诸侯土地的条约，如果不行，再死刺。这是一个典型的既要又要，在核心安保区域进行斩首行动，居然还想着留活口。这个模糊的战略目标直接导致了执行层在关键时刻的动作变形。荆轲不是输给了剑术，是输给了甲方的需求文档。樊将军以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在这里必须复盘一个被忽略的残酷细节：樊於期的人头。这是整个赌局中最大的，也是最血腥的沉没成本。樊於期是谁？他是秦国的叛将，因为得罪了吕不韦才投奔燕国。秦王悬赏千金买他的头，万户封侯。对于太子丹来说，樊於期就是那张通往咸阳宫的门票，没有这颗头，荆轲连秦王的面都见不到。但太子丹是怎么做的？当荆轲提出要这颗人头时，太子丹说：“樊将军穷途末路来投奔我，我不忍心杀他。”这话听起来很仁义，但这其实是最高级的道德绑架。太子丹想要这颗头，但他不想承担杀害宾客的恶名，他把脏活甩给了荆轲。荆轲心领神会，他私下去见樊於期，进行了一场极其残忍的游说。他对樊於期说：“秦王杀你父母宗族，你不想报仇吗？现在只要借你的头一用，既能报你的仇，又能解燕国的围。”樊於期听完长叹一声，此时方知死处，然后自刎。这不是什么江湖义气，这是被逼到绝路后的绝望对付。在太子丹的投资报表里，樊於期根本不是一个人，他只是一个为了换取秦王信任的过路费。当樊於期的头被装进盒子的那一刻，这场刺杀的性质就彻底变了。它不再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而是一场为了赢而不择手段的政治赌博。燕国为了这一搏，已经先把自己的底线献祭了。昔在剑术书，其功遂不成。再看乙方荆轲，荆轲是谁？教科书里说他是义士、侠客，但在历史验尸官的眼里，他的用户画像很清晰，一个拥有表演型人格的落魄知识分子。他好读书，好击筑，喜欢和朋友在街上喝酒唱歌，旁若无人的痛哭。他追求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仪式感，而不是10步杀一人的效率。他的专业技能点全点在了外交和演技上，唯独没有点在格斗上。史书里有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在鲁居剑，当时的剑术高手听说荆轲去刺秦后，叹息道：“可惜了，他没真正学过刺杀之术。”荆轲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出发前一直在等一个人，他在等他的搭档，可能是个真正的职业杀手。但太子丹等不了了，作为一个急躁的投资人，当樊於期的人头，也就是沉没成本已经付出后，他每一天都在焦虑，他怀疑荆轲反悔，那是对事的侮辱。
荆轲被激怒了，在搭档还没到的情况下，他带着那个只会杀人不会刺杀的街头混混，也就是秦舞阳，强行上线了。这注定是一个带病上线的 beta 版产品。2个业余选手带着全村的希望去挑战当时世界上安保等级最高的皇宫。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赤兵。公元前227年的那个早晨，易水河边，白衣官送别，这确实很美，很有贵族精神的悲剧感，但这种美感在踏入咸阳宫的那一刻瞬间崩塌。第一道防火墙，秦舞阳色变震恐，这个在13岁就能当街杀人的狠角色，一见到秦国的宫殿森严，武士凌厉，直接吓得面色如土，在那抖个不停。这就是街头暴力和国家暴力的区别。秦舞阳见过血，但他没见过这种让人窒息的秩序。秦国的系统威压直接瘫痪了副手。第二道防火墙，系统的物理隔离，图穷匕见的那一刻，荆轲抓住了秦王，匕首刺了出去，为什么没刺中？史书说秦王隐身而起，其实是因为荆轲犹豫了，在那0点几秒里，太子丹那个该死的升节 KPI 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能不能活捉，就是这一闪念，秦王挣脱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系统的自我修正，秦王拔不出剑，因为剑太长，适合车战，不适合近身。荆轲追着秦王绕柱走，这时候大殿下的群臣在干什么？他们手里没有兵器，这就是秦法的刚性。哪怕皇帝快被杀死了，台下的武士没有诏令，也不敢上殿，每个人都是程序的代码，没有指令，程序不能乱跑。最后救了秦王一命的是夏无且，一个医生。他把药囊扔向了荆轲，这一个非受控的变量干扰了荆轲。群臣大喊：“王复剑，王复剑！”一旦秦王手握长剑，业余选手荆轲的死期就到了。荆轲被砍断左腿，瘫倒在地，他把匕首扔了出去，又没砸中，只砸到了柱子。游戏结束。荆轲以诛而笑，积聚以骂。荆轲临死前靠着柱子大笑，像簸箕一样张开腿坐着骂人。他说：“是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节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翻译过来就是：老板，任务失败不是我菜，是因为我想给你抓活的。这句话是荆轲作为士的最后尊严，但他没意识到他的失败不是战术失误，而是维度打击。荆轲代表的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贵族精神，这种精神相信承诺，相信个人勇武，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在那个时代，药离、专诸这些刺客确实可以改变历史，但嬴政代表的是全新的集权帝国，这是一个庞大的、冰冷的、高效的机器。在这个机器面前，个人的勇武不值一提。哪怕荆轲真的杀了嬴政，燕国就能得救吗？绝不可能。秦国是一台已经启动的战争机器，这台机器的运作逻辑是耕战， KPI 是统一，嬴政是这台机器的 CPU， 但它不是机器本身。如果嬴政死了，扶苏会继位，或者某个公子会继位，秦国的将军们会以为先王报仇为名，把燕国屠得更惨，刺杀一个独裁者，并不能停止一个正在崛起的集权体制。荆轲试图用一把匕首去阻挡历史的车轮，这把匕首虽然锋利，但它太轻了。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情。荆轲死后，秦王大怒，秦军主力增兵，10个月后攻破燕国首都蓟城。太子丹带着燕王逃到辽东，为了求和，燕王喜杀了太子丹，把儿子的头颅献给了秦王。这就是荆轲想要报答的知己的下场。在国家生存的底线面前，贵族的情谊一文不值。5年后，燕国彻底灭亡。又过了5年，秦统一天下。荆轲刺秦是战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浪漫主义的闪光。此后2000年，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这种白衣官送别的贵族刺客，取而代之的是宫廷政变，是毒酒，是俯生烛影。杀人变得更加高效，更加隐秘，更加肮脏。易水河边的风声吹散了那个时代的最后一点游侠气。从此以后，我们要面对的是漫长的只有服从与被服从的帝国长夜。那张徐徐展开的都抗地图不仅藏着一把带毒的匕首，它还是一封旧时代的遗书。